好，朋友们，前面我说了啊，德国目前比中国好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会说德国今后的发展怎么样，前景会怎么样？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觉得可以给那些想移民去德国的人，或者想走线去德国人做一个参考。首先，我觉得德国国家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啊，反正我是持悲观的态度，这是我一贯的，而且这个态度是越来越悲观。这是为什么呢？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德国呢有宗教方面的原因，因为德国是属于这种信仰上帝的啊，是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对吧？但是目前为止啊，德国有很多的外国移民，他们信仰的宗教，比如说是穆斯林，对吧？这个宗教的冲突是会越来越严重的啊。我一直持这样的看法，现在更强烈了。也就是说，这宗教的冲突今后在欧洲、在德国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德国前景不好，那就是这个社会制度，也就是这个所谓的选举制度，导致会选出素质越来越差的政客，执政能力越来越差的政客，导致了他们的治理国家能力越来越差。治理国家的能力越差，带领国家走向深渊、走向崩溃，这个几率就越大。从这届德国政府，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对吧？还有第三点，虽然它的教育是免费的啊，但是德国整体的教育水平是在下降的，不是上升的啊。特别是从德国小学、中学的他们教育水平来看，是越来越下降的啊。德国的生源，他们的素质是越来越差的，所以呢，从教育这方面来说也不容乐观。那如果是你国家的这个人才素质越来越差，你觉得德国的前景好吗？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德国不好的地方，也没有前途的地方，那就是德国与中国巨大的价格差异。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德国赚欧元、花欧元，很多人日子过得紧巴巴，因为对99%的德国人来说，你不可能像我这样，一下在中国，一下在德国，可以赚差价。比如说，我拿德国的欧元来中国花，所以特别精花。另外，我在中国可以买很多我在德国学的东西，然后带到德国去，这样又节约了很大一笔开支。但是99.9%的德国人没有我这样的机会，所以呢，他在德国真的是赚欧元、花欧元，他也没有所谓的汇率差。那在德国，它的物价水平是比较高的，很多固定的开支，你想省钱省不下，所以导致了很多德国人他真的是月光族，甚至是富翁，正负的负。我想举亲身经历的例子，与我们在德国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首先，第一个例子，比如说理发，我昨天去理发了，15块钱加3块钱，我其实可以15块钱理下来，但是呢，我宁可多花3块钱。为什么呢？我最近呢发现，在我们县城一家超市里，有一位理发师，他租了一个超市的一角，开了一个发廊，超级实惠，15块人民币，男士剪发啊，就是单剪。如果你想冲你的头发呀，然后呢，你可以自助去冲，它有水龙头，有热水在那里，还有一次性的那个纸巾，就相当于毛巾，多收3块钱，你自助冲，然后呢自助把它弄干。大概平均价格在中国可能理发男士是20块人民币左右，可能在大城市一线可能30块平均啊，就是普通的啊。这次我在广州，我发现有人在街头就支起一个支架，然后在街头理发，这我觉得挺好的啊。那种是大众消费，我估计可能也是15块到20块钱。对标德国，光是理发啊，类似的在科隆那样的发廊18欧元，然后在德国理发一般要给小费，那如果是18欧元，凑一个整数，一般人可能会给2欧元小费，那就是20欧元了，对吧？但是朋友们，你一定要注意啊，有工作的人中位数的收入是2400多欧元，全中国有工作的人，我不相信他的中位数是2400多块钱人民币。这么看的话，德国这个消费水平要比中国高。举第二个例子，出租车，在中国10公里出租车大概人民币可能就是25块钱左右，最多30块钱，看你在什么地方，对吧？现在滴滴打车一般啊，10公里可能25块人民币左右，这是我做过 N 次，大概这个价格。在德国10公里
大概是30欧元左右，在中国25到30，在德国30欧元。也就是说，赚欧元花欧元。从数字来看，中国、德国打的是一样的，但是相对来说，中国人的中位数的收入，如果不算那个比价，比德国人稍微高一些。公交车，咱们中国一般是2块钱到3块钱，平均在全中国都这样。而在德国呢，大概就是3.5欧元左右。坐短途上车可能2点多欧元，但是你坐长途一点点，比如说从城市的 A 到 B， 那可能3点多欧元，大概平均是3欧元左右。而中国是2块到3块钱，但是考虑到德国的中位数相对要比中国更低一些，不考虑汇率啊，所以呢，德国这个公共交通要比中国贵，大概也是贵差不多1倍左右。你看，两国的物价几乎都是差不多差1倍左右，只有德国贵1倍左右啊。日常消费品，特别是很多电子方面的产品，我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大家看到蓝牙耳机，这个某品牌，我在中国买的，人民币40块钱，也就是5欧元。这个东西特别好，我这次回来买了3副，我的德国朋友他带了1副回去，因为他也特别满意。然后我自己又买了2副，1副我自己用，另外1副呢我想送人。这个在中国是40块钱，在德国18块钱。如果不考虑汇率因素，好像在德国更便宜。但是如果你考虑汇率因素啊，在中国是5欧元。我们再看这个，这2个呢，这个线我在中国买的3合1的线，它有普通安卓手机、老的安卓手机的那个接口，还有 Type-C 的接口，另外一个呢有老式苹果手机那种接口，3合1。拼多多上面买5块钱一条这个线，在德国很多它是运费不包括的，算上运费，如果是买1条，大概是7欧元左右，而在中国是5块人民币。那么在德国要比中国贵，不考虑汇率因素啊。像这种数据线啊，它在德国平台的图片跟中国拼多多啊，还有淘宝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它的卖家也是中国的，而且是从中国发货过去。你看像这种就是中国制造产品，但是在德国是7块钱7欧元，在中国是5块钱人民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手机保护壳，像这种手机保护壳我买的就是5、6块人民币，不管什么品牌手机什么款式手机，大概就是这个价钱，贵的可能10块钱啊，或者高端一些10多块20块钱。但是在德国同样的东西啊，在德国一般都是要5欧元到10欧元，即使很低端的也是这个价格水平。也就是说不考虑汇率因素，那比中国更贵。还有5金这种肯定就更不用说了，它的价格差可能跟这个数据线差不多，相差好多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电饭煲，在德国电饭煲是多少钱？同样的在中国电饭煲我自己买过，而在德国如果是同样先进的电饭煲，你看是多少钱？你看相差多少倍？这是在德国某平台卖的电饭煲啊，二手的啊，它卖的价格是88欧元左右，运费61欧元，两个加起来140多欧元，差不多150欧元，也就是人民币1200块钱左右。这是二手的呢，我在中国买的，因为我自己买过，所以我知道，一般是100块钱到130块钱，而这里呢，整整10倍或者超过10倍。这也一样，卖价57，运费72欧元，也是二手的。这个是新的啊，中国有类似的这种电饭煲，比如说美的等等，对吧？很多品牌，这个跟中国的差不多，从设计来说，而且中国的这质量也特别好，在中国大概可能是200-300人民币，这里直接就是200多欧元，差不多300欧元了。这种特别丑的，国内人都看不上了，这里还卖。像这个跟国内差不多，也就是200-300。像这种你看那么丑、那么落后的，它竟然要120欧元，加上32欧元的运费。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德国价格啊！因为德国自己没产能，所以东西特贵。还有这个，在中国我觉得应该是90年代产品，对吧？现在人家都看不上。你看它的卖价是21.5欧元，然后54欧元，天哪！就是说加起来70多欧元，
人民币就是600人民币了。像这种在国内不知道多少钱，5、60人民币，反正跟国内比，这价格相差特别大。另外一个电动汽车，现在国内的比亚迪比较便宜那款，可能人民币6、7万、7、8万，对吧？或者6轴50的宾果，可能也是5、6万、6、7万。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在德国，像那款比亚迪的，在德国大概是3万欧元，3万多。那么说到价格差，我觉得有些东西要把它折合成人民币，你就知道在德国的价格有多么的变态。比如说吧，刚才说了，这个线在中国是5块钱一根，我在拼多多上买的，而且它的质量特别好。在德国7欧元，你们知道吧？7欧元是多少钱？56块钱、55块钱吧。在德国的价格11倍的价格，我的天哪！在德国刚才说了，有收入的人中位数是2400多欧元。在中国，我不知道具体没有这样的统计数字，我觉得应该能够全中国有工作的人，全职人能够达到3、4千人民币吧，至少应该达得到。像我们县城应该是3000到4000块钱，一线可能要达到8000到1万，二线、三线可能5、6千，对吧？全中国平均有工作人应该能够达到4500到5000左右。如果不考虑汇率因素，能够是德国2倍左右。那如果考虑汇率因素呢，差不多600欧元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德国的1/4。德国的人均 GDP 和中国人均 GDP 差不多，因为德国人均 GDP 是中国人均 GDP 的4倍。那他们全德国和全中国的有工作人的收入比例也是4倍左右。但是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在中国是5欧元，在德国是18欧元，相当于中国的4倍多。而这个呢是5块钱，在德国是55块钱，是中国的11倍。还有刚才说的理发，我这个呢是2欧元，在德国20欧元，是中国的10倍，等等等等。所以总体来说，在德国因为它的固定的生活成本很高，所以其实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也就是说，德国人看起来如果考虑汇率因素，好像他的收入相当于中国人的4倍，但是实际上可能他的生活水平绝对没有中国4倍那么高，敢肯定，绝对没有。接下来第4点，我想说说德国的福利。这个福利优厚当然好，对吧？对那些能够享受福利的人。但另一方面，像目前德国这种社会，这福利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它养出的烂人太多了。另外呢，对企业是很大的负担，所以导致德国产品竞争力特别的低。像中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它的工业赶上了之后，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可以说赶上已经超过了德国。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比德国产品的竞争力高得多。那么如果中国产品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占领这个世界市场，那你德国的产品卖不出去，你这个企业不是倒闭了吗？对吧？倒闭之后，你这些人不是失业了吗？这些人失业没有收入了怎么办？不可能每个人吃国家福利，没有人工作，那你这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还能维持吗？肯定不能维持了，对吧？所以呢，这种所谓的优厚的福利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同样的，带薪假有多少天，对企业来说也是很重的负担，这个也是不可持续的。以前为什么能够持续好像好几十年？那是因为呢，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而现在呢，中国特别是工业方面呢，真的是在赶超德国，相当于这个蛋糕，全世界蛋糕就是那么大，而中国抢夺的蛋糕越来越多，那德国人能吃到的蛋糕就越来越少，这个所谓的优厚的什么带薪假这种福利就会越来越少，连工作都不保了，你还什么带薪假？接下来第5点，那就是德国的退休年龄要比中国更晚。德国退休年龄67岁，男女都一样。而中国退休年龄呢，即使改革之后，花15年时间达到男的退休年龄是63岁，女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岁或者58岁，就看你原来什么工种，也要比德国人早退休很多年啊。接下来第6点，那就是
中国和德国退休金的比例不太一样，就是跟退休前收入的比例，在德国只有48%法定退休金，对吧？很多人没有什么企业养老金，也没有什么私人养老金。在中国，很多退休老人，他退休后的收入甚至比工作的时候呢，收入更高，而且不用缴税，也不用自己再买医保。你看，这跟德国完全不一样，所以导致了在德国很多人一退休立即返贫，要到街上去翻那个垃圾箱找那个带押金的瓶子。前面说到，另外在德国有一点是非常明显，那就是在德国财富升值它的速度。我们从过去30年我在德国这个经历来说，可以告诉大家，过去30年德国人按他们收入账面的收入来说，增加1倍都不到，最多增加到1倍。但是相对于中国，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人不管是收入，还有你家庭的财富，你财富的升值，你们自己也看升值了多少倍，并不是说你管理财富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你这个国家，比如说中国，它总体来说它发展相当的快，所以导致了每个人的收入在过去20-30年增加了 N 倍，一般可能增加15到20倍。比如说30年前，很多人收入就是200块到300块钱左右，但是30年后，很多人收入可能达到了，比如说5000块到1万块。你自己看这个收入增加了多少倍？同样的，在德国，收入增加1倍，而中国增加了几十倍。这就是发展的区别，这就是财富增加的区别。这个财富也可以换算成所谓的世界上，比如说霸权货币美元，也是一样的，也看得出来，中国人他的收入换成美元也增加了无数倍。财富的升值，过去30年绝对在中国的升值要比在德国要多得多。所以说啊，财富的升值在中国过去30年要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要多得多，特别比西方国家。第7点，我想说说在德国子女教育以及社会环境。首先啊，社会环境肯定要比现在可能越来越糟糕，这点我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对国家发展前景我就悲观了，那它的社会环境同样的是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对不对？那它的那个社会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差。另外，它的教育更差，那你子女的前途是不是也更差呢？然后整个国家可能走下坡路，那你的子女应该可能过得没有你那么好。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可能你的子女的教育和他的前景没有你那么好。我们属于东亚人，在德国是属于极少数的群体，反正我是这样，永远没有归属感。因为即使你认为你已经融入德国那个社会了，但是呢，德国人本土人他其实没有把你当成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你认为你融入了，那只是你一厢情愿。反正我的经历是不可能融入，因为首先你的长相就不一样，另外这些年由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德国特别是这个交通政府他们执政以中国为敌，所以大环境啊对华人来说越来越不利，特别是对理工科的从事高科技的职业的中国人或者华人，西方社会敌视中国人这种情感会越来越多。这在美国特别的明显，对吧？其实在西方国家虽然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明显，但是在德国绝对这个趋势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对于这部分华人来说，在德国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艰难。而且现在在德国，只要你是从事敏感的科研的单位，那你作为华人可能得到的机会要比德国本土人要少得多，甚至人家会认为你是中国的间谍，虽然你可能不是，但是呢，德国人会越来越多的防备你，这点他不可能跟你明说的啊，但是你想升职啊，早就天花板了。如果是某一天来个什么排华法案，那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华人科学家，或是接触呢德国比较高端的行业的这些人，因为这部分行业今后中国绝对会与比如说德国还有西方国家发展水平会越来越近，甚至呢中国会超过他们。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对他的切身利益造成伤害的时候，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对你就不会那么友好了。这也是人性。
所以我认为啊，整个大环境呢不太利于华人或者中国人在德国在西方的发展。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还是认为啊，就是在中国生活的便利程度比在德国高得多。首先反映在日常的无现金支付以及网购方面，还有商品的丰富程度，这都反映到这个生活的便利程度。比如说在德国网购，德国虽然小，但是呢它到达的时间至少第2天才到，或者第3、第4天，这是德国速度啊。在中国能够做到最快的做到同城当天到，对吧？在德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德国快递公司没有这样的服务，除非你要花天价专门请人把这个东西从 A 送到 B， 那这个是普通德国人根本就付不起那种价钱，所以在德国生活不便利。另外一个不便利一点呢，就是在德国礼拜六很多商店只开半天，礼拜天全部商店关门，所以这一点呢对很多中国人很不习惯，就觉得在德国生活不便利。但是喜欢德国人会说，他强迫你休息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的休息，没有中国996，没有加班加点，所以我们在德国生活呢非常的安逸。所以就是看你呀，到底你这个人是喜欢怎么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是生活不太方便的一方面啊。还有在德国，商品没有中国丰富，可能听了这句话的人很多人不相信啊，但是在2024年我说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啊。30年前可能德国的物品要比中国丰富，但是2024年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中国的产品比德国来说极大极大的丰富。这次呢，我专门带了我这个德国朋友到我们县城的一家超市，他进超市之后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卫生纸、抽纸啊、湿纸巾等等，他吓了一跳。因为在德国的超市里面，一般可能只有最多4、5种卫生纸，对吧？抽纸也可能只有1、2种、2、3种，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几十种。他看了那些零食区，哎呦，好多好多一大片，在我们县城，他觉得不可思议。还有蔬菜水果，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那我相信呢，在中国的大城市超市里面，它的物品肯定要比我们县城更丰富啊，对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县城的物品这个丰富程度要比德国的一线还要更丰富。最后一点，那就是社会治安。从目前来说啊，中国是我去过所有的国家当中最安全的国家，如果不说之一的话，我认为呢是最安全的国家。不管我是作为男士，还是我周围的人作为女士，你是在村里也好，在县城也好，还是在中国的1线城市最偏僻的地方也好，作为女士啊，单独上街一般是不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的，对不对？即使在德国，相对来说治安比较好的城市，一般的女性，我相信呢，她是不敢上街的啊。那在一些治安相对来说更差的地方，那女性就更不敢上街了。这还是德国呢，德国相对啊，它的治安还是在西方国家当中相对较好的。相对不好的，那就是像美国啊这样的国家，巴西啊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哥伦比亚啊，还有中美洲这些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这个治安，我觉得是无价的，因为你的生命不保的时候，那你在那个国家，你赚再多的钱，你的收入再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人身安全啊，社会治安，我认为是无价的。而这一点呢，很多人没有考虑进去，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比如说，首先去美国，那我每个月在餐馆里面洗盘子，我就能够赚3到4千元。但是他没有看到，他上街可能平时呢天黑了之后就不敢上街，上街之后也要担心自己小命不保，一生一世都在那个饭店的厨房里面，难道这就是你希望过的生活吗？你能够享受生活吗？对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治安我认为呢，中国吊打世界上99%的国家，治安比中国好的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或者北朝鲜这样的国家了吧？当然我没有去过北朝鲜，不知道啊。新加坡我去过，表面上看我也没有觉得真正的要比中国安全多少。反正回到中国之后，我真的感到很安全。在德国现在
特别是去人多的地方，因为德国几乎会每天发生迟到砍人的现象。所以现在我去德国那种火车站呀，我就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真的会用我的余光，用眼的余光啊，去观察周围到底那些人怎么样。所以呢，在德国即使是大白天，我也没有完全的安全感。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之后，如果有的人还是认为啊，你说的怎么样，我还是觉得德国比中国好，所以我还是想呢，移民去德国，或者我还是想走线去德国。我觉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尊重每个人自己个人的自由选择哈。去德国也好，去中国也好，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我觉得就好。这样的生活更适合于你，那我觉得那里就是好的。一个人在哪里生活，没有好坏之分，没有对错之分。你想移民去那里，只要你觉得对你更好，那就是好的，那就是正确的选择。朋友们，刚才我对德国的现状以及对德国的前景做了一些分析，做一些观察，你们可以做参考。你们听了之后，你们看了之后觉得啊，不管德国怎么样，我还是觉得德国更适合于我，那你就走线去，或是你移民去德国。我觉得这个选择没有所谓的对错，只有适不适合于你，对吧？是你才知道到底这个选择怎么样，对吧？其他人都是外人。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